休假顾问离职，小孙还是离开了。这是吉小孙开会，彪哥出走落泪的名场面之后的第3个名场面，小孙的辞职公告。这也意味着小作文事件彻底画上句号。小孙的离开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职场的一类人。那么谁是最后的赢家？懂的都懂。不过你知道他们之间的纠葛，却不一定知道他们之间的财力转化。首先我们要聊的就是那场着名的摔手机事件。在我看来，小孙在直播间那一摔碎的可不是一部手机，而是真金白银的品牌信任，是肉眼可见的公司价值。咱们得明白 ，CEO 就是公司的活名片。你想啊，当一家公司的掌门人在直播间这个他们最重要的销售场域，不是心平气和的解释问题，而是以上司的口吻给直播间的家人们开会，连放手机的动作都带着领导的盛气凌人。咋着？这是下班了还要受领导的气吗？哪个打工人不破防啊？结果就是市场一点情面都没留。道歉视频发布那天，某选的股价开盘就跌了超过7%，随后2天更是惨不忍睹，市值像坐了滑梯一样，眨眼间40多亿港元就蒸发了。但这还只是开始，更可怕的是这种信心的流失是持续性的。据我观察，它的股价从高点跌去了大半，总市值蒸发了好几百亿港元。这可不是纸上财富的波动，是实实在在的所有股东资产的大缩水。这一摔掉的是投资者真金白银的信心。说到经营层面，那更是直接捅到了大动脉上。这场风波的核心其实是头部主播董宇辉的去留问题。孙东旭那一摔，等于是把公司和顶流主播之间那层微妙的矛盾给彻底摔到了台面上，激化了所有矛盾。结果就是为公司贡献了超过40%销售额的顶梁柱董宇辉逐渐淡出。这对任何一家严重依赖个人 IP 的公司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后来的财报也印证了这一点，营收和 GMV 就是总销售额都是断崖式下跌，一年少卖了大几10个亿。虽然公司后来拼命发展自营产品，账面上好像勉强有点利润，但你仔细看核心数据，剔除掉卖资产这些特殊情况，主营业务的利润暴跌了超过97%，这基本就等于不赚钱了吗？这说明什么？说明失去了核心流量来源，你卖啥都很难，原有的商业模式瞬间就玩不转了。我们再看看这对当事人和投资者的伤害。孙东旭自己因为这一下冲动，不仅 CEO 的位子丢了，他手里持有的公司股票价值也跟着大盘狂跌，瞬间缩水几个亿。这真是典型的冲动是魔鬼。而对于当时买了某选股票的普通投资者来说，更是遭遇了无妄之灾，股价腰斩再腰斩。当初被知识带货故事吸引进去的钱大幅缩水，套牢了一大片，市场的估值逻辑也彻底变了。以前大家觉得你是高成长的明星股，愿意给很高的溢价，市盈率能到100多倍。出了这事之后，大家发现你的模式有硬伤估值，直接被打回原形，只剩20多倍。这个教训太昂贵了。最后我想说，这一事件逼得某选不得不进行一场代价极高的战略转型。为了活下去，公司必须加速去董宇辉化，把宝全压在了自营产品和自己的 APP 上。但是他们成功了吗？没有看销售额的数据对比就知道，这玩意儿就像一份最终的商业判决书，白纸黑字的告诉我们，在这场风波里，用户到底把票投给了谁。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开，把几个关键节点的销售数据并排放，故事就一目了然了。在小作文那事儿还没爆发之前，某选的主账号那是绝对的顶流，单日销售额随随便便就能冲到几千万，风光无限。可事件一发酵，情况急转直下，销售额一度掉到了1、2千万的水平，只有高峰期的零头，粉丝数也是哗哗的掉。真正的转折点是董宇辉的宇辉同行直播间成立，数据一出来，所有人都惊了。宇辉同行在2024年干到了将近100个亿的 GMV， 而某选所有账号加起来大概是73亿多。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成立没多久的新账号轻松超过了老东家整个盘子的销售规模。更直观的是看实时人气，跨年的时候，宇辉同行直播间100万人同时在线，而某选的主账号早就跌出抖音带货榜的前列了。那我们再看看另一位主角孙东旭，他的个人直播间在去年11月复播的时候，确实引来不少看热闹的，观看人次超过1000万，但当天的销售额呢，1500多万。这个数字不仅没法跟宇辉同行比，甚至都没超过某选主账号自己之前创造过的成绩。这说明啥？看热闹的人多，但真正愿意掏钱买单的人是另一回事。这些数据背后其实是用户最直接的用脚投票。咱们普通用户用真金白银告诉市场，我们追随的是董宇辉这个人带来的那种信任感，那种知识上的获得感，而不是某选这4个字的招牌。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一大批被称为丈母娘的铁杆粉丝直接从某选的主账号搬家到了宇辉同行。
这简直就是一次品牌资产的大迁徙，用户的信任完成了一次从平台到个人的史诗级转移，这给所有依赖大网红的内容公司狠狠提了个醒。当你家的头牌 IP 足够强大时，用户忠诚的对象可能根本不是你这个公司，而是那个能跟他们聊到心里去的人。更进一步看，这里有个特别关键的现象，叫虹吸效应。说白了，就是与辉同行的强势崛起，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把原本属于某选主账号的流量和购买力吸走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双11与辉同行，卖了18个多亿，冲上抖音榜首，而某选主号连影子都找不着了。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赤裸裸地展示了一个困境：你把宝都压在一个超级明星身上，风险极大，但你想把它去掉，自己玩用户可能根本不买账。这就引出了最核心的矛盾：超级个人和平台之间的博弈。这个去灰化的决策，表面看是想降低对个人的依赖，但骨子里是一套传统的工业时代思维。在管理一个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型内容公司时，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说白了，就是药方开错了。第一个误判，也是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他们错把基础设施当成了真正的护城河。某选的管理层可能觉得，我们自己建了供应链，有了仓库，搞了会员体系，这些硬邦邦的东西就是谁也打不破的竞争壁垒。这个想法在传统制造业也许对，但在内容电商这个行当，尤其是在某选这种靠知识带货起家的模式里，可就大错特错了。它真正的护城河是什么？是董宇辉这个活生生的人，以及用户对他产生的近乎无条件的情感信任。董宇辉不是一个简单的销售员，他是一个把知识、真诚和共鸣人格化了的超级 IP， 是一个强大的信任载体。有数据显示，他的粉丝复购率极高，很多人买东西冲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冲董宇辉这3个字带来的踏实感。反过来，你看失去了董宇辉之后，某选那些引以为傲的硬实力怎么样了呢？ GMV 大幅下滑，净营收锐减。更讽刺的是，他们想转向产品驱动，但供应链品控的问题反而更频繁地被爆出来。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没有顶级 IP 带来的信任溢价和巨大流量支撑的情况下，你投入重金建设的仓库供应链不仅没成为护城河，反而可能因为利用率不足、管理不善，变成了吞噬利润的成本负担。他们低估了人的价值，高估了物的力量。第二个误判，是用工业时代那套管控逻辑来管理知识时代最宝贵的创造力资产。某选骨子里还带着新东方传统的层级分明的管理基因，他们试图用管理流水线工人的方式去管理一个极度依赖个人灵感、即兴发挥的知识型主播团队，这能不冲突吗？孙东旭离职后，老于老师直接上手管，这本身还是那种垂直管控的思路。但直播电商恰恰需要的是扁平灵活，要给创意人才足够的自主权。更深层的问题是利益分配，核心主播的激励不到位，股权激励覆盖范围很小，大部分主播还是拿死工资，这怎么绑得住人心？董宇辉虽然后来给了股份，但进不了决策层，话语权有限。公司这种既要用你，又怕你功劳太大的矛盾心态，让去灰化，在执行上彻底变了味儿，变成了一场充满内斗色彩的削藩，而不是健康地培养更多主播。结果呢，不仅没降低对董宇辉的依赖，反而把最有创造力的人才推走了。整个平台变得平庸，失去了知识输出的独特调性。第三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误判，是他们完全没搞懂，在新的商业文明里，情绪价值本身就是最核心的定价权。现在的消费者，尤其是有一定认知水平的中产群体，早就不满足于只是买一个东西了，他们买的是一种情感共鸣，一种价值认同，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董宇辉厉害在哪儿？他卖玉米能让你想起童年的炊烟，他卖一本书能聊出人生的感悟，他销售的是一种诗和远方的情绪价值，让粉丝觉得在我这里消费是为我认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投票。可某选在去灰化的过程中干了啥？直播间风格大变，从娓娓道来变成了声嘶力竭的叫卖，这跟他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品牌人设完全是背道而驰，这等于亲手毁掉了自己最珍贵的情绪资产，结果就是品牌形象模糊，用户大量流失。你看与辉同行的用户平均观看时长涨得惊人，而某选主号留不住人，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今天谁能持续提供稳定高质量的情绪价值，谁才能真正抓住用户的心，拥有定价的权利。某选的战略从根上就没明白自己到底在做什么生意。所以总结来看，某选这个案例给所有企业，尤其是内容驱动型公司敲响了警钟。未来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对人的理解、尊重和赋能的竞争。你能否识别出真正的核心资产，比如像董宇辉这样的超级 IP， 能否建立激发创造力的组织模式，能否深刻理解消费者为情绪买单的动机，这3点将直接决定一个企业能走多远。在这3点上的连续误判，
让某选的去灰化战略成了一场值得所有管理者深思的经典败局。